这是一起发生在14年前的离奇惨案。一名男子在家庭聚会中突发中毒身亡，在场的众人都认定其妻子就是凶手。警方在调查中也发现了关键性证据，随后妻子被执行死刑。原本以为案件就此尘埃落定，可14年之后，一位富家女拿着一封信找到了大侦探波洛，声称当年作案的凶手另有其人。凶手究竟是谁？背后隐藏的真相又是如何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推理女王阿婆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经典佳作《啤酒谋杀案》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这天，大侦探波洛和一位美少女正在一起吃饭。美少女名叫露西，她来找波洛是想请他帮忙调查一件14年前的案子。原来，露西是死者的女儿，案发当年她还小，只有7岁。然而在她的印象中，父母两人一直都很恩爱，所以她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母亲是杀死父亲的真正凶手。而且在前不久，她整理母亲的遗物时，还意外发现了一封母亲留下来的绝笔信。信中母亲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杀人凶手，这下她就更加确信母亲是无辜的了。可有一件事让露西一直很是不解，当年警察逮捕母亲后，在法庭上，母亲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过一句，直到最后被判处了死刑也还是一样。听完这一切，波洛答应了露西的请求，重新调查起了陈年旧案。于是下午，波洛就去查看了当年的案件资料，随后又找到了当时负责此案的律师。律师告诉波洛，死者克雷尔是一位整日沉迷于酒色的画家，妻子罗琳早就因为一些事情对他感到非常的不满，因为那段时间总是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在克雷尔的身边形影不离。他们在一场宴会上认识，女孩表面上充当着克雷尔画画的模特，其实背地里两人有着一段不可告人的关系。接着律师还说，案发当天，妻子罗琳和丈夫两人曾大吵过一架，有人还听到罗琳警告克雷尔，如果不离开那个女人就要杀了她。说完，波洛问律师，最终给罗琳定罪的关键性证据是什么？律师声称，在克雷尔死之前，罗琳曾给他喝过一杯啤酒，随后没多久，克雷尔便中毒身亡。警察在罗琳的香水瓶中发现了残留的毒药，还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只破碎的滴管。经调查，滴管和酒杯里都发现了毒药成分，然而酒瓶里却没有。很显然，罗琳就是用滴管将毒药注射到酒杯的酒里，然后毒死的克雷尔。由于人证物证俱全，最终法官判定他谋杀罪成立。说完，律师告诉波洛，案件的相关人一共有5名，他们分别是克雷尔的发小菲利普、美女模特艾莎、罗琳同父异母的妹妹小美、小美的家庭教师威廉，还有住在他们河对岸的邻居大雷。为了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，波洛开始一一拜访这5人。他先是找到克雷尔的发小菲利普，据他描述，罗琳是一个精于算计且内心冷漠的女人。小时候的她还因为嫉妒弄瞎了妹妹的一只眼睛。他坚称罗琳就是杀死克雷尔的真正凶手。菲利普表示，案发前一天，他来到克雷尔的家里做客，刚好就目睹了两夫妻为了那个女人在争吵。原来克雷尔以画画方便为由，让模特艾莎住进了家里。对此，罗琳已经感到非常的不满。然而这段时间的克雷尔还一直在排挤着罗琳的妹妹小美，这就让罗琳更是不爽。于是两人的争吵愈演愈烈，直到这天到达了顶峰。这天，众人聚在一起喝下午茶，艾莎突然当着全部人的面向罗琳发起了挑衅。她声称克雷尔马上就要抛弃你，然后跟自己结婚了。罗琳听后当场质问丈夫，可克雷尔却没有否认，看来他默认了此事。说完，菲利普告诉波洛，如果当时罗琳想要动杀心杀死克雷尔，那么他一点也不会觉得意外，因为当时没人可以忍受得了那种情况。发表完自己的看法，菲利普接着说，后来大家为了缓和气氛，一起来到隔壁邻居大雷家参观他的实验室。大雷给众人介绍着他这几年的研究成果。突然，罗琳发现了一瓶毒素，他好像对这个毒药很感兴趣。大雷看见也介绍着说，这种毒药它可以让人在麻痹中慢慢死去，毫无知觉。随后，菲利普还告诉波洛，案发那天早上，他路过书房时，又听到了两人激烈的争吵声。罗琳还大声说着要杀了克雷尔，可菲利普没放在心上，因为这几天他已经听过罗琳说这句话无数遍了，他以为只是在说气话。谁知没过多久，大雷就急急忙忙地来找菲利普，说他实验室的毒药被人动过，药瓶已经空了。菲利普觉得偷走毒药的人是罗琳，他意识到克雷尔有危险，于是赶紧跑去提醒他。可当他们走到花园时，又听到了夫妻俩在争吵，好像是说要把谁送走。此时此刻，艾莎过来了，克雷尔说要准备画画，说完让罗琳去地窖拿点冰的啤酒。菲利普见没事发生，于是就打算等下午的时候在私下和克雷尔说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午饭过后没多久，克雷尔就遇害了。众人来到湖边一看，案发现场只有罗琳一人，他慌张地站在尸体旁边，声称这是克雷尔自杀。但是菲利普根本不相信他，他非常确信罗琳就是凶手。随后，波洛找到了第二个当事人艾莎，她的描述和菲利普相差无几，言语中也对罗琳充满了恨意。她声称自己和克雷尔才是真心相爱的，说他们在一场宴会上相识，并且她一眼就爱上了克雷尔。后来，在艾莎知晓克雷尔是一名画家之后，
他每天都花高价让克雷尔来家里为自己画画。就这样，不知道是金钱的诱惑还是爱情的力量，某一天，克雷尔突然对着艾莎说要和他永远在一起，并表示回家后就和罗琳摊牌说清。可回家过后好几天，艾莎看克雷尔根本没想提摊牌的事情，于是就主动说出了和克雷尔的关系。接着他还说出了案发当天的事情。那天上午，克雷尔正在河边给他画画，他喝了罗琳送来的冰啤酒后抱怨道：“怎么今天的东西都这么难喝？”艾莎猜测一定是因为罗琳在啤酒里下了毒，所以克雷尔才会抱怨酒难喝。随后到了午饭时间，克雷尔感觉灵感爆发，便独自留在湖边创作。谁知过了没多久，悲剧就发生了。说完，艾莎也认为罗琳就是凶手。波洛对此没有多说什么，接着又去拜访了第3位相关人，隔壁邻居大雷。他和前面2人一样，同样也认为是罗琳杀害了克雷尔，但他相信罗琳不是蓄意谋杀，而是被逼无奈才这样去做的。他声称罗琳曾在法庭上说偷拿毒药是为了自尽。大雷认为他没有说谎，因为他和克雷尔夫妇还有菲利普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。在他的记忆中，罗琳一直都深爱着克雷尔，但自从艾莎出现之后，他们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紧张了。接着大雷还告诉波洛，其实罗琳一直对小时候误伤妹妹的事情深感愧疚，所以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想办法弥补妹妹。随后波洛找到了第4位证人，他是小美的家庭教师威廉。威廉表示，刚开始他们夫妻俩是非常相爱的，可后来关系破裂，俩人产生矛盾的起源是因为罗琳对妹妹实在是太过于宠爱了。克雷尔对此感到非常的不解，因为他和小美都互相看不惯对方，再加之模特艾莎来到家里后，氛围就变得更加糟糕了。据威廉回忆，案发前一晚，克雷尔提出要将小美送去寄宿学校，小美十分愤怒，她知道姐夫此刻是想把自己赶出家门了，于是便和他大吵了一架，吵完还拿起桌上的一个石球，狠狠地朝着克雷尔砸去。第2天，小美没来上课，威廉便出去寻她。在路上，威廉偶遇到了正要去地窖拿啤酒的罗琳，没想到小美正鬼鬼祟祟地拿着一瓶啤酒走了出来。罗琳看到后很是生气，以为她这是想偷喝啤酒，于是便将啤酒抢了过来，直接送去给了克雷尔。随后威廉去给克雷尔送午饭时，发现他死在了湖边。说完，威廉悄悄告诉波洛，其实他心里有一个秘密，一直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那天他将克雷尔死去的消息告诉大雷后，自己又返回了案发现场。他亲眼目睹了罗琳正在擦掉酒瓶上的指纹，然后又将克雷尔的指纹印了上去。尽管他非常欣赏罗琳，但还是不得不相信真相就是这样，就是罗琳毒死的克雷尔。随后波洛找到了最后一位相关人，罗琳的妹妹小美。和前面4人不同的是，小美一直都相信姐姐是清白的，即使人证物证都有，但她依然坚信姐姐不会杀人。克雷尔死后，罗琳将小美和女儿露西送去了外婆家，小美声称那是她和姐姐见的最后一面。后来姐姐在行刑前给她寄了一封信，信上姐姐让小美好好的生活下去，不要为她难过。就这样，波洛已经走访完了所有知情人，他的心中也有了最终答案。视频到此，你猜到凶手是谁了吗？经过几天的走访调查，大侦探波洛已经完全掌握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他把众人召集到当年的案发地，准备开始揭晓事情的真相。波洛表示，罗琳除了在留给女儿的信中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之外，他从未替自己辩解过，甚至在写给小美的信中也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。所有人都认为罗琳是凶手，毫无疑问，无论是从杀人动机还是从现场物证上来看，这一切都指向了他。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细节，那就是当威廉返回案发现场时，看到罗琳试图擦掉酒瓶上的指纹来毁灭证据。他这么做恰巧就证明了他不是凶手，因为警方没有在酒瓶中检测到毒素，毒药是被凶手下在酒杯里的。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为什么不处理酒杯而是去擦酒瓶上的指纹呢？所以波洛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，那就是罗琳不是凶手，但他知道凶手是谁，他擦掉指纹是为了保护那个人。然而在这个家里，能让罗琳这样去做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他的妹妹小美。罗琳的冰啤酒是从小美的手上接过去的。克雷尔死后，罗琳马上就意识到了，很有可能是因为昨晚吵架，妹妹一气之下在酒里下了毒，因此她想擦掉的并不是自己的指纹，而是妹妹小美的。她对妹妹一直心存愧疚，于是决定替她承担这份罪责，所以在给小美的信中才会说，让她不要担心，好好的生活下去，这是在提醒妹妹不要去自首。而在给女儿的信中却说自己是清白的，这是希望女儿长大后不要误解自己。听到这儿，小美声称自己根本就没有给姐夫下毒，虽然她确实偷了点安眠药，准备下在酒里捉弄一下姐夫，但是还没来得及下手，酒就被姐姐拿走了。对此，波洛表示他知道小美不是凶手，凶手另有其人。说完，他继续自己的推理。他表示，艾莎的证词里有提到过一个关键点，那就是当克雷尔喝下那杯罗琳送来的冰啤酒后，克雷尔吐槽说怎么今天的东西都这么难喝。这个都字说明了在此之前他还喝过一样难喝的东西，那么他喝的是什么呢？波洛说完看向了艾莎，在克雷尔遇害前，除了妻子罗琳之外，
和克雷尔单独待在一起过的人便只有艾莎，并且她有着充分的作案时间。可艾莎声称自己深爱着克雷尔，那么她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？波洛接着说，在菲利普的证词中提到，他和大雷前去提醒克雷尔的时候，正好在花园里听到了他们夫妻俩在吵架。克雷尔说自己会亲自打包好行李把人送走。那么假设他们谈论要送走的这个人是艾莎呢？这一切就说得通了。原来那天艾莎摊牌过后，克雷尔找到妻子罗琳，他表示心里真正爱着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妻子。接着他还说自己跟艾莎只是玩而已，并且还向罗琳保证，完成画作之后就亲自打包行李把艾莎送走。这番话让罗琳的情绪稳定了下来。然而让克雷尔没想到的是，坐在窗外的艾莎也把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。得知真相的他感觉遭到了背叛，顿时就起了杀心。于是他用滴管偷偷取走了罗琳用于自尽的毒药，然后趁克雷尔在画画的时候，将毒药滴进了啤酒里。也就是说，克雷尔在喝下冰啤酒前就已经中毒了，而罗琳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艾莎的替罪羊。这就是事情的真相。听完波洛的推理，知晓真相的众人纷纷离开了这里。最后艾莎也承认了她自己就是凶手。她对波洛说道，虽然那时他杀死的人是克雷尔，但是从他下药那一刻起，一同死去的还有自己，他将自己也杀死了。话音刚落，露西突然掏出一把手枪瞄准了艾莎。面对枪口，艾莎并未感到害怕，反而让露西赶紧开枪。她声称死在罗琳女儿的手下，自己也就可以解脱了。最后在波洛的劝说下，露西没有选择开枪。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看过很多阿婆的作品，相比罗杰一案和东方快车、啤酒谋杀案虽然不是很出名，但它也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中的佳作，并且这部电影的改编也是相当的成功，演员置景、配乐和美感，看原片简直不要太舒服，推荐大家去看原片哦。好了，制作不易，喜欢的给小森点点赞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